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的视频经常会说到三用电表的使用。三用电表可以测电压、电流和电阻。我也曾经使用过电容电表来测量电容。外面也有卖万用电表，也就是把这两种功能合在一个电表。然后这些电表都还有一个风鸣档，用来测量电路有没有通路。不过使用方法基本上都差不多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使用方法，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，算是给我其他的视频做一个补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三用电表的构造。它背面的上面拆开可以装9伏电池，下面拆开的话可以看到保险丝，也可以把整个电表打开。更换保险丝的视频我们之前视频做过，不过基本上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更换。前面有3个插孔，这里可能就会有人开始头大了，搞不清楚应该用哪2个孔。其实很简单，中间黑色的显示是 COM， 也就是中线，黑色的线总是接在这里。右边的红色显示了电压、电阻和电流，我们通常红色就接这里就可以了。但下面又显示了最大电压600伏和最大电流200 mA， 也就是说，只要超过600伏或是200 mA， 你的红色就需要换到左边去，而且也是有限制的，最大只能到10安培，而且时间限制是最多每15分钟只能测30秒。只要你没有要测量很大的电流，基本上红色接红色，黑色接 COM 就对了。前面旋钮朝上是关机 off， 向右旋转是 VAC 交流电压，数值则是能测量的最大值，数字会从大到小，尽量不要让测的数值超过你能测量的最大值。虽然通常可能只是会显示出现错误，但是这样可能会把电表弄坏。也就是说，家里的交流电有120伏和240伏，这里我们2个都可以用最大的值600伏来测。当然在测120伏时，用最大值200伏的刻度来测更准一些，但是尽量不要用最大值200伏来测240伏。这点在测量电流、电阻和电容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之后就不再重复了。这边我来示范测量普通的120伏插座，记得你要先插入黑色的中线，然后再插入红色的热线，我们就会得到交流电压。这边显示是 123.1 到 123.2 伏交流电，最好不要先把红色的线插入正电，因为如果你先插入红色的热线的话，传入的电是会导入中线的，这样你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电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我先插入热线，我用试电笔测三用电表的黑线，会发现它现在是被通电的状态，不小心可能会被电到。向左旋转 VDC 是直流电压。我们这边示范的是测量汽车的12伏电池，一样，先接黑色的中线，然后再接红色的热线。这边读出来是 14.29 伏。车子的电池在车子启动时，数值通常会差不多在14伏左右。如果车子没启动，才会差不多在12伏区间。测量电阻一样，这电阻是 5K 的，我们转到有欧姆符号的区间，然后选数值超过这个数值的区间，所以我选 20K， 然后2级接上，大概 5.08 到 5.09K， 然后还有风鸣档，这是测量电路有没有通路的，如果怕仪器断路或者是电线中间断开，可以试试看。转到这个像喇叭一样的符号，两端接到想测试有没有通路的地方就好了。如果断开了，风鸣档就不会叫。这也可以用在测试开关，看看开关有没有正确把电路打开或是关闭。我们现在说了直流电压、交流电压、电阻还有风鸣档。电容的话，我们之后另外说，因为我是用另外一台电容电表来测量的。剩下的就是电流了。电表上面 ADC 是直流电流，然后 AAC 是交流电流。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电压和电阻的测量，你基本上直接接上2级测量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把电表和电路并联了。如果你要测量电流的话，你需要把电表和电路串联。如果你把电表和电路并联，电流如果大的话，会把你的电表的保险丝烧坏，甚至是喷火。所以绝对不要调到测量电流的模式，然后2级直接往插头插，非常危险。电流小的话可能没影响，但是读出来的数值也是错的。像我这样测，有3个电池，
我电表将插进去，虽然是有数值的，但它其实应该是把其中一颗电池短路之后，跟剩下2颗电池串联得到的结果，所以这数值应该是错的。我们这边示范如何断开电路，然后将电表串联进去。我这边有个电动车，我装上电池，按下按钮，马达会驱动轮子。我这边把一边的电线断开，我把电表设定到大电流，放进去断开的2极，你可以看到轮子开始转了，因为电表把它串联进去了。正负极弄反的话，电流会是负的。我们把它反过来，这样就知道电流有多少了。但是数值太小，我们把电表设定到小电流，把电表串联进去，这样就有比较精确的数值了。这样我们就测完了直流电流。交流电流的话，测法一样，只是要转到 AAC。我不太确定怎么样示范，因为我只知道插头是交流电，但是直接插进去的话是并联，保险丝就会爆。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把电表串联进去。如果以后我找到好的方法示范，我们再补充。还有一点也需要注意，你可以看到这个3用电表上有一个区间写了 BAT， 也就是 battery， 上面有 1.5 伏和9伏。这个设计也是故意的，因为你不应该把什么都没有接的电池拿3用电表调到电压直接测。我们平常测电压时，是电池已经接在电路里面了，也就是有负载的情况下，我们并联进去。如果没有负载，也就是电池什么都没接，把电表往电池2极接，这电表会成为一个极小的负载，然后会有很大的电流通过，导致电表损坏。所以这个区间应该是电表把自己的负载调整成刚好可以测这种2种电池，所以才可以这样使用。我们来测这个 1.5 伏电池，读出来是 1.38 伏。电容的话基本上一样，电容电表它也有3个孔，不过两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选择时也是从最大值开始选，它右下方有一个归零的微调，是在电容很小时可以帮忙归零的。右上有一个背光，左下这些小孔是你可以直接把电容插进去测量。这个电容是10 μF， 所以我们选择最大值20 μF。插进去测出来竟然差不多是16 μF。这个厚的钮只是可以把跳动的数值锁住。我用夹着测也是一样，所以这数值应该是对的。刚刚说的这是比较小的电容，比较大的电容的话，我们之前在更换空调电容的视频示范过，我们这边重复一次。我们拿出电容后，记得用起子连接电容的2极，让它把储存的电量放掉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然后把2个夹子夹上2极，就可以得到电容的数值了。这个测出来是 39.7 microfarad。还有一种电容是有3个极的，各位有兴趣可以看看我更换空调电容的视频。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3用电表，使用测量电阻的模式，把测量的电阻调到最大值。当电容开始对你的电表充电时，电阻会持续增大。这种方法只能证明电容还是有在充放电，并不能证明它还在误差范围区间，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，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